2022年楼市全面救市，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买房子的机会，也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房价在最低点，那么我现在买了房子，未来房价是不是能够大涨，我是不是又能够赚一波？那么今天呢，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当前楼市的救市行为会不会导致以后的房价大涨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个状况，就是过去20年房价一直是涨的，那么从1998年均价2000块钱左右涨到了现在的1万块钱左右。但是呢，2016年又是一个分水岭。2016年发生了2件事，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房住不炒开始实行；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放开了2胎政策。那这两者和当前的楼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一会儿再来说。那么我们说呢，在2017年到2018年房价到达顶峰，当时很多人认为房产调控不过是一时的，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。而且呢，在2017年到2018年，主要呢是受到1、2线城市限购，还有呢3、4线城市去库存的影响，共同呢抬高了这个房价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房住不炒？就是因为房价越来越高，房子本身是用来住的，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我们的负担，所以必须要稳住房价。那么在整个2021年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房产调控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，而且非常全面。那么为什么到了2022年又需要救市呢？因为呢，现在的房住不炒让炒房客无路可走，可以说现在的市场基本上没有炒房客。那么现在买房子的都是有刚性需求的人，但是呢，在前几年房价大涨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上车买了房子，可以说现在楼市的真实购买力并没有多少了。那么救房地产实际上就是在控制金融风险，这件事呢不是今年刚开始的，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么对于开发商有3道红线，对吧？以前开发商负债很高，现在我就要求你降负债，保存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实力，不让你呢随随便便倒闭，又或者说呢不让你随随便便就产生烂尾楼，这其实呢是对老百姓购房的一种保护。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呢，降低了金融风险，这个坏账就会少很多。而银行呢也有2道红线，以前呢不严谨的地方，现在呢都非常的严格。比如说呢，严查这个资金的来源，不能够呢把用于经营的贷款现在呢用于购房，这些呢都是为了规范房贷市场的一个平稳运行。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呢，就是能够降低风险，降低呢法拍房的数量。这几年法拍房为什么多？就是因为呢很多人弃房断供，所以楼市必须要救。救的目的就是降低金融风险，让真正想买的房子能够买到合适价位的房子。那我们看现在哪些地方在开始拯救楼市呢？之前我们说呢，只是发生在3、4线城市，因为过去20年呢，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，交通呢也得到大力的发展，人口呢是从3、4线城市向1、2线城市转移的。那么我们当时呢就看到一个现象，房价2极分化，1、2线城市的房价很贵，3、4线城市的房子呢很便宜，但不一定呢有人买。那么之前呢就推出了很多这个优惠的政策啊，包括呢3、4线城市的这个返乡置业，都是呢刺激楼市。又或者说呢，当时很多3、4线城市啊放开这个限购，降低呢这个贷款的利率等等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1、2线城市也在开始救市。为什么要救市呢？因为现在我们真实购买力少了，因为之前呢我们的需求还很多，大家买房子呢就是为了居住，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不买了？一是呢居民的杠杆率很高了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人对现在这个房价走势不明白，所以呢继续观望。那我们看呢，今年拯救楼市这个好处呢是多多的，放开了这个限购、限贷、限售，对吧？包括呢降低这个首付比例，还有呢连续降低了这个贷款的利率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对刚需购房者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。那么很多人都在想，那现在买房未来房价会涨吗？我相信这是大家心中普遍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虽然我们不炒房，那么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房子不断
的贬值，因为我们要还银行贷款，还银行贷款呢就会产生利息。那在这里呢就可以告诉大家，未来的房价不会大涨。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需求上不去了。之前呢这个房地产上面有炒房客，而且呢当时大家从农村到城市来就必须要买房子，因为我需要解决住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需求呢在长达20年间就一直存在。但是现在你要搞明白一点的就是呢，在去年我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的人口，也就是说呢进城市的人口在放缓，未来呢这个购房的需求可能会下降。再加上呢我们刚才提的放开二胎的问题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现在少子化现象的出现，那么中间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很多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，房住不炒是一个长期的调控，一直都存在，这一回不是说说玩的。那么有了房住不炒在，那就是稳房价，要让这个房价降到合理的区间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不可能再去存在炒房客，那么买房子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合理的事儿，那么房价也会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。根据各个城市的不同，那么大城市如果还有人口进入，地少的话，那房价肯定会缓慢的上涨。小城市房子虽然很多，但没有人去，那房价就会回归到合理的价位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呢，我们居民购房的观念已经变了。过去呢，我们买房子只考虑房子的这个居住属性，考虑居住属性呢，我们就考虑周边的交通、楼层面积等等，但从来呢没有考虑这个金融属性。但是慢慢的这个房产就变味了，金融属性太强了，房子成了很多人的一个赚钱工具，而不是呢一个住所。所以呢，当房子被赋予了金融属性，那么这个价格呢就会直接上涨。但现在呢，居民越来越清醒，越来越知道我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买房子，不再呢盲目的听从专家或者身边朋友的建议。还是那句话，买房子合适自己的就行，能买就买，不能买再说。所以呢，综合以上所说的几点，加上呢这个房地产现在目前的一个变化，未来的房价不可能再出现以前的那种大涨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